多久？15分钟。すみません、立ち入り禁止ですが、少佐ご用件は？実は八路軍に破壊された通信線路が多いから、上の命令で各通信基地を巡察してくる。そうですか、わかりました。今すぐ坂田隊長に伝えます。队长，这些粮食怎么办？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全部运出去；如果不顺利的话，全给我炸了。啊，这服从命令。是。现在呢？再等5分钟，如果那边没动静，咱们就撤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、タッチに伝えます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すぐ伝達します。はい。少佐閣下、坂田隊長は中にいます。用事があるから隊長に合わせるように。はい、案内します。隊長、この少佐は用事があるのでどうぞ。はい。少佐閣下、どんな用事ですか？指揮本部からの命令を坂田さんに伝えに来たのです。はい、どうぞご指示ください。とても大事な話だ。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ご命令を出してください。私は必ず力を尽くします。よし、あの重要な指示は殺すのだ。もしもし、ラカトン国蔵につなげろ。ラカトン国蔵の佐々木ですが。陸安本部の人です。鬼塚大佐の命令を私から佐々木さんに伝えるんだ。はい、ご指示を。穀物の集まりはどうだ？報告します。赤狼から集まった食料はただいま届けていきます。周りの村に対する計画も全て順調に進んでます。よし、大佐の命令だ。食料不足は大変だから、今すぐ500袋の食料を調達する。さっき届けていた食料は全部前線に運べ。はい、ご安心ください。すぐやります。小子，咱们出去看看。どうなった？さっき運んできた穀物は？報告します。国蔵に入れました。今すぐ500袋の米を出して車に入れておけ。でも入庫したばかりで。バカ。はい。前線の食料は不足で今すぐ補充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。早くしろ。はい。君たち行ってこい。はい。
に運べ。梁水到车上，快！早く早く。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。はい。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。はい、はい。おい浩二、どうしたのか。何か聞こえる。赤、はい、早く。はい。笹学科、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頑張ったな。はい。走。走。離艦式本部につなげ。憋死我了！强子，我来开车，咱们跟头会合。行。バカもしもし、鬼塚だけど。カカ、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ラカトンのコクグラ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なんだと。石头，都妥了啊，走。佐佐木君，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？
属下，属下，你知道吗？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，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，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。可惜，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，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。属下罪该万死，我们都罪该万死。只不过，你要先走一步。报告大佐，军部急电。大佐，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？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，那还好说。传我命令，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，准备开赴豫中。大佐，全部集结。军部有令，命我部全力参与1号作战计划，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，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。那陆安怎么办？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、陆安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毫无意义了。要听全军之令。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，颓势已现，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。再这样下去，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。好了，你马上去准备吧。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一次了。嗨。报告。进来。参谋长，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。马上通知团以上的职员召开紧急会议。是。目前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。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，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，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。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，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，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，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，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。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1号作战计划。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，日军1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，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，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11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9军战区主力后南下，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。为实施这个计划，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，准备孤注一掷。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。孤注一掷，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。说的不错，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。参谋长，你下命令吧。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、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，因此，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，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。这一次，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，诱敌深入，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。1团长、2团长，到。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，你们在老龙口设伏，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，
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。全力阻击？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？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，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，进而紧追不舍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们需要坚持多久？至少要阻挡敌人的2次进攻。是。诱敌成功之后，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。3团、4团，到。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，待1团、2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，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，从2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。明白。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。是。行动。走。快点，走！快点，走！快点走！快点你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！走，我你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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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佐，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。无妨，八路装备落后，只适合游击作战，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。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。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。团长，鬼子来了，打不打？别急，等小鬼子靠近一点。是。ついてこい！気をつけろ！团长，200米了。150米再报。团长，150米了。100米再报。早く！团长，100米了。打！報告します。戦闘部隊が襲撃されました。相手はどの部隊だ？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。ただし装備から見ると8路のようです。8路。これは本当に意外だね。命令を出せ。すぐ攻撃しろ。はい。
上去，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。冲锋号！命令を出せ。火力発生だ。撤回防线！报告于团长，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，可不可以撤了？再坚持一轮。是。左，开火！你给我狠狠打！砲撃を続行し全力突撃。小李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撤！兄弟们，往红石谷方向撤！報告します。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。総攻撃だ。はい。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蛇的下场。快！准备。快呀！快！第七报告单，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，损失惨重，请求指示。报告大佐，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，损失惨重。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。传我命令，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，以他们做盾牌，向前突进。我看八路如何应对。嗨！老百姓，团长，怎么办？别开枪，
还打不打？他娘的，小鬼子太卑鄙了！我们来。 这帮狗日的，村长怎么办？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，不然再拖下去，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。报告大佐，八路龟缩不出。龟缩。传我命令，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。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，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。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。嗨！ 报告，大佐有令，每15分钟杀一批。呀西，嘿，你们的，我给人的，压上就得干活。八路军，你们出来投降吧！如果不投降，他们将统统死掉。 参谋长，八路军，出来投降吧！如果不投降，他们将统统死掉。哟！我。 3、2。やれ。で。小鬼子，我日你老了！别动！参谋长，鬼子，我都看到了。参谋长，咱们该怎么打？你说咱们该怎么打？不打。 先救老百姓。全部前行かせろ。行け。止まるな。早くしろ。怎么救？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。咱们除了拼，还能干什么？八路军听着。 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，如果你们不投降，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。就换，拿什么换？拿我。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。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。 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？陈天放同志，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，你这样孤身犯险，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。是啊，这些我都明白。可是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别无选择。你们放心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 记住，一旦交换成功之后，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，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。哟，放掉他们！
我来交换。我是陈天凤，去告诉鬼冢，就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，怎么样？你去报告大佐，陈天放出现了。嘿，报告大佐，陈天放出现。陈天放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对面。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。交换。走。报告大佐，陈天放出现了。他说，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。陈天放。陈天放，我同意交换。大佐，如果交换掉人质，我们就没有筹码了。混蛋，少废话，马上交换。嘿，交换。风的枪子和刀子，一会儿你们3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，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。参谋长，到，没时间再犹豫了，服从命令。刘兰，从现在开始，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。不行，服从命令。你们把枪放下。大家戒备，全体戒备。给，玩着呢。百姓都站住！陈天放。一定，一个人，滚！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？よし。阿信。走，快，这边，快，快，往那边，快跑，跟上。快跑，这边。カレオ、連れて行け。百姓已经安全了。陈天放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是啊，久违了。你知道吗？等这一天，我等得太久了。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。这么说，我应该感到荣幸。
作为军人，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，不觉得无耻吗？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“胜者为王，败者寇”。只要赢了，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。可惜啊，你们赢不了。可惜，你看不到输赢了。因为你，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。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。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，你也一样。動くな。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。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。下がってくれ。閣下、下がるんだ。害怕了，再来啊！动过滚盖！閣下、石田、進天砲に向けて撃て。閣下、恐縮です。他们全部后退！引け！命令を聞け。ほっとくんだ。進天砲を撃ちなさい。陈天放，你也不用得意，我们一定会一起死。疼吗？忍一忍。好着呢。お前ら聞いてないのか。この私を奴らに恥ずかしめられて死ぬのが見たいのか。全員私の号令を聞け。撃て撃て。閣下、本当にすいません。敵を殺せ。閣下！参谋长！同志们，冲！冲啊！1945年8月15日，
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，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。丁长官，鄙人丁耀先。你是陈天霸，陈参谋长。正是在下。请。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将村山弘毅，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，向贵军投降。这是我部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，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，请接受。慢。念出来。从即日起，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，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。同时，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，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，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。所有武器弹药、装具器材、补给品、情报资料、地图、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，全部交由贵方接收。所有日本军官、佐、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。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，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，愿受处罚。1946年6月，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，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。建红到固州，对，固州这儿。
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6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。天放，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知道。固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，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现在驻守固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。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。大家都知道，刘宏元跟你们家是世交，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元起义，和平解放固州。明白。共军到什么地方了？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。来得还真快呀！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。共军是哪支部队？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6纵队。哦，是共军的虎狼之师。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。还不止如此，属下接到情报，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。陈天放，弄来弄去，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，真是天意啊！司令，你也不必负担过重，国家大义在先。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。不说这些，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？王副官已经去接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，怕是别有深意吧？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？不用怕，老子做得正，行得端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啊？话虽如此，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司令还是小心为上。特派员好。刘司令呢？在里面等候。这边请。在这儿等我。这边请。报告司令，丁特派员到了。要先一路风尘，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刘司令为国征战，浴血沙场，你才比我更辛苦。相比之下，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，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。要先客气，你乃是党国的精英，委员长身边的红人，请。看茶。是。药仙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？正是。如今共军大兵压境，我军多条战线告急。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，一旦失陷，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。为此，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。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，鼓舞我军士气，振作抗敌之精神。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？怎么会呢？洪元兄乃党国元老，从北伐到抗战，你对党国的忠诚，天地可见。可是俗话说，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
药仙虽然不才，但是在您身边出主意，倒还是不错的。何况公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，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，也足见党国对你的信任呐。司令，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。不必说了，委员长什么意思，我刘某人心里清楚。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，我刘宏元是党国的军人，会遵守自己的职责。那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司令，丁特派员，孙军长，请喝茶。药仙，你远路而来，一路辛苦，我军务在身，就不多陪你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。宏元兄，告辞。孙军长，代我送客。啊，太派员，这边请。司令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。不识抬举，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。特派员息怒，刘司令生性耿直，脾气不好，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。最近可能战事烦心，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烦心？我看是二心吧。孙军长，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。您说的是陈天放？对，就是他。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。对，此人虽然为人诡诈，但却也有些能力。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。是吗？怪不得。好，孙军长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？求之不得，我马上去安排，给您接风洗尘。那好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啊，再见。再见。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，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。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。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。是。来，太委员，为您接风洗尘。多谢。孙军长，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？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。共军若大举进攻，我部将誓死守城。很好。不过，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。太委员多心了。刘司令生性耿直，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。诚如太委员所言，陈天放乃司令旧部，现在两军对峙，干戈相见，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，这也是必然。有什么不舒服的？
事关党国之未来，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，简直是糊涂。太白员，所言甚是。孙军长，请。孙军长，我想委托你一件事。太白员，请讲。凡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，必定万死不辞。秘密监控刘洪元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。孙军长，我正找你呢，司令找你议事。我知道了。司令，您找我？喝酒了？太白员毕竟是远道而来，总要代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。那我还得谢谢你啊。属下不敢。这是你的私事，与我无关。你马上去安排一下，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，无论任何原因，不得留在城里。司令，您这是……你亲自负责此事，记住，不能有任何懈怠。是。可是，固柳城数10万百姓，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，属下力有不逮。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。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，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香火下吧？属下明白。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，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固州，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只要能活命，我就算做一次恶人，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去吧。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，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。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，一旦对方发起进攻，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，让防线没有死角。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，强调团队精神。他的这套防守体系，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，理论上是万无一失。但我发现，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。这是重点。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，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。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，那么我们
进入固州。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，今晚12点整，准时行动。是。旅长，干不干？先等等。有什么情况吗？报告，没问题。继续监视。是。走。强大，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2个国军士兵。所有人听着，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，行动。这2天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吧？走。抓紧时间。这儿的人呢？啊！赶紧解开！长官，怎么了，志勇？怎么回事？有人闯进阵地。什么？报告，那边发现4个被扒光衣服的兵。加强戒备，快！喂，报告军座，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。什么？袭击者下落不明。马上封锁防线，全力戒备。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孙军长，太平员，刚才接到前线电话，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，现在下落不明。突破防线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军步伐针对敌人大举进攻，自然万无一失。只是没想到，共军会小队突破。小队？你的意思，共军只进来几个人？是。
此关键时刻，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，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孙军长，马上调一个连，共去司令部，快！是。时间紧迫，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进入固州，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。冯达，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，你们迅速警戒，并找好退路。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，立即通知我。是。行动。到的，你们俩迅速去外围警戒，一旦发现任何情况，立即向我汇报。是。司令，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你们去忙吧，我这儿不用你们管。坐吧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您是我的长辈，是我的恩师，天放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。那现在算什么呢？你们大兵压境，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？蒋介石挑起战争，不是为了党国，而是为了私利。抗战胜利，万民死安。可是他蒋介石呢，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，悍然挑起内战。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，为了万民？就算你说的对，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，是为知己者死。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，我刘某人别无选择。老师啊，您有选择。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，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，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，不值啊！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背叛党国，我别无选择。